好，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杏莲红晕染。今天这个晕染很特别，不是用色胶做的，而是用一些素材。这是石膏水彩，为什么叫石膏水彩呢？因为它基本上不是胶，不需要照灯，让它自然风干就好。你可以用水去软化它，但它又不是水彩。操作上，不管是拿榉木棒还是硅胶笔都可以的，只要前端有平面的地方，就能拿来处理这种素材，它会呈现出一种片状的质感。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吧。我们用前端的部分取一点石膏水彩，然后平放在甲面的右上角，往左下侧的方向一点点的刮下来，少量多次的刮出纹理感，可以上下来回调整。没有固定的方向和方式，随心随性效果反而会更好。有一些部分呈现出断断续续的感觉最妙。第一个颜色大概刮到像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接着我们检查一下甲面是否平整，如果有凸起，可以用指腹稍微把它压下去，轻轻拍平整就可以了。确认侧面是平整的之后，我们换这个粉色。记得先擦掉工具上的颜色，再去取新的颜色，不然两个颜色混在一起会很混浊，这样整甲看起来就会脏脏的。一样用刮的手法叠加，要断断续续的质感，只要补一点点就好。针对这种连续不够顺的地方，我们加一点颜色进去。我们叠加最后一个银色，这一步骤很重要，它是让款式变得轻盈、更有层次的关键，让整甲看起来更有细节。然后风干，一定要等它完全干，再上功能胶做保护。这样处理好之后，我们操作下一个步骤会更方便，不会弄坏前面的颜色。用无熔棉片沾清洁液除残胶，接着要做水彩，我们要上一层磨砂封层，不然水彩没办法附着，会上不了色。关于这点，大家可以去搜我之前的影片，里面有详细解说过原理。水彩盘里，我挑了这个酒红色来做晕染。水彩笔沾水后，沾取水彩酒红色，调色。比例的部分，大家可以参考前面说的那一支影片。清完笔，记得吸干水分，一定要控制好笔上的含水量，再用笔尖沾取调制好的红色。笔一定要平躺在甲面上，然后从上往下刷出你要的裂痕。我们大概沿着刷上石膏水彩的那个方向去刷，吸干笔上的水，我们来过渡边缘，过程可以反复调整。需要时，笔刷要清掉颜色并吸干，再继续做整甲的晕染。整甲刷上一层免清磨砂封层，这是为了叠加下一个颜色才要做的步骤。这里我来做个错误的示范，就是不上磨砂封层，直接上另一个颜色的效果。这部分需要等它完全干透后，再进行下一个颜色的叠加。接着要叠加的颜色是白色。你们可以看到，这一刷下去，两个颜色就会融合在一起了，不上磨砂根本操作不了。调色步骤跟之前完全一样，但白色要调得稍微浓一些，更白一些。等一下在整甲显色时会更好看。记得笔要平躺着刷，方向要跟刚才的酒红色反过来，这样整甲的纹理才会有错落有致。吸干笔上的水，用笔尖去过渡边缘，这部分能反复调整。
再多补几处的裂纹，让整甲效果看起来更丰富、更贴实。等白色风干后，沾一点这种橘红色的珠光水彩，少量刷在甲面上的这几个位置。这一步量要少，一点点点缀在甲面上就够了。最后叠加这2种珠光白，叠上去后，整甲质感会提升，刷的时候带一点点的水迹感，效果也很漂亮。最后风干，用拉丝胶简单拉几条丝做点缀。如果想追求更简单的效果，这个步骤可以省略。加一点点的红色亮片来点缀，围绕在拉丝的上下位置，只要放一点就很亮点了。你也可以不加，或者有一些副款可以配搭简单的，不加拉丝也不加亮片。建构整平甲面，让款式变得更精致。用无绒棉片沾清洁液、除残胶，整甲刷上免签封层。这完全不用色胶来做晕染的款式，是不是很酷、很简单呢？这款成品真的很通透，很有高级感，大家快动手试试吧！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咯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加订阅哦，我会继续带你们学更多的款式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